中元节鬼门开，听说地府的鬼都会回家看看亲人。我早早的准备纸钱，蹲在家门口烧。烧什么烧？你个不下蛋的晦气母鸡！就算烧纸也没鬼来收。婆婆走过来，一脚踹飞烧纸盆，嘴里的话越骂越脏。我看着她的背影，唇角缓缓勾起。真的没有鬼来收吗？我出大价钱哦。我叫徐美，结婚第2年，父母意外离世，留下这栋别墅还有几个亿的财产给我继承。公婆是在我父母离世的当天下午，拎着大包小包从老家赶来的，一进门就搂着我哭，说我可怜的哟。幸好还有他们，让我放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爸妈对我好。我老公是入赘的，公婆却就这么住下不走了。他们绝口不提入赘的事，口口声声跟我说：“儿媳妇啊，这女人就得会持家。你看我们儿子好歹985名校毕业，长得又帅气，外边多少闺女抢着要，能娶你可是你的福气。你要不珍惜，这福气可就没有了。”他们要求我勤俭持家，甚至要求我把名下的银行卡上交。我丈夫为了给我做个榜样，在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下，私自把他工资卡交给婆婆，还当着我的面舔着脸笑着：“妈，你是长辈，这个家还得是你来当才行。”婆婆就看向我，丈夫跟公公也都齐刷刷看向我。这一瞬间，我打了个寒战，因为他们的眼神不像是人，而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贪婪的鬼。我自然不肯把银行卡交出去，婆婆顿时就变了脸色，拐弯抹角地骂我，说我没家教，不懂得尊重长辈，还自私自利，一点都不为这个家着想。妈，美美不愿意，你就别勉强她，我的还不够你拿呀。丈夫及时制止了婆婆。其实我已经准备翻脸，但丈夫比我先一步，所以我也没说什么，起身回屋，看着我们家的全家福，眼泪一下子往外涌。爸爸妈妈，我没有家了，我很难过，心就像是被无形的手掌狠狠地攥着，疼到喘不过气。丈夫就是这时候进来的，看到我哭，急忙把我搂进怀里，像是哄孩子一样拍着我的后背，轻声细语：“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我妈那个人有时候确实挺过分的，但她是我妈。”这样，我回头说她好不好？我不吭声，然后推开她。他们好像都忘了，丈夫是入赘的，嫁出去的男人泼出去的水，他们一家子人没道理就这样赖在我家的。但我跟丈夫的感情很好，所以并不想因为公婆影响到我们的关系。我只能隐晦地提醒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呀？开始是说怕我难过，要在这里陪我，之后又说我跟丈夫都不会自己照顾自己，他们留下来照顾我们。可现在哪是照顾，分明是想鸠占鹊巢。美美，这我就不得不说说你了。我爸妈好心留在这里伺候我们，但你好像永远不满意，一直想要他们走。怎么，这别墅这么大，就容不下他们2个老人？丈夫脸色一板，声音也不由变大。我本来是小小声的，就是怕门外的公婆会听到。他现在扯着嗓子喊，好像就怕门外的公婆听不到一样。果然，门被推开了，婆婆进我的房间，从来就不会敲门，现在进来更是扯着嗓子喊，什么意思？这是又要赶我们走？我说美美，你脾气怎么就这么大？你爸妈到底怎么教你的？把你教成这样连尊老都不懂的畜生？妈，你怎么说话的？美美都不是这个意思，你先出去，我跟她好好说。丈夫把婆婆推出门，还把门给反锁上了，不过没用，婆婆还在外头扯着嗓子喊。我说徐美，我老太婆50多岁的人了，过来伺候你吃喝拉撒，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我老太婆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被你扫地出门，你有良心吗？怪不得你爸妈死得这么早，怕是被你这个白眼狼给活活气死的。妈，丈夫突然怒吼，门外这才消停了。卧室一下子陷入死寂，许久，丈夫要说话，我抢先开口：“我们离婚吧，这种日子过不了。虽然我们的感情好，但有那样的公婆，我不可能再跟她过下去，甚至就想连带着把她一起扫地出门。”美美，别说傻话行不？
我怎么可能跟你离婚？除了我，还有谁能爱你？丈夫一把搂住我，还想凑过来亲我，被我躲开，使劲推他，却推不开。他气力太大，他柔声细语地哄我，像是哄孩子一样。好了好了，别生气了，老公宠你还不行吗？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会说她的，保证她以后都不会再骂你好不好？老公求求你了，别因为我妈就跟我闹离婚，我会很难受。他眼尾都红了，本来长得就帅，还像大狗狗那样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让我一点都硬不起心来。我只好妥协。她心满意足地出去劝婆婆，好像管用了。婆婆没再用那么难听的话骂我，特别是当着她的面，对我更是嘘寒问暖，还拐弯抹角地问我怎么还没怀孕，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其实我是丁克，婚前就跟丈夫提过这事，他100%赞同，说我们又没有皇位好继承，何必非要生个孩子来受累？他还说生孩子很痛苦的，他爱我，舍不得让我承受那样的痛。所以我问丈夫，你没跟你妈说我们丁克的事吗？当年我丈夫可是说了，他还有个弟弟，所以他爸妈根本不会管他生不生，而且都同意他入赘，50万彩礼也都收了，就更不会再来叨叨我们会不会有孩子这种事。现在婆婆不但叨叨，还叫我去医院做检查，说什么不能生的女人就像那不会下蛋的母鸡，没的鬼用，只能养大点崽来吃。这个是真不能说。老婆，我爸妈都是很传统的人，要知道我们这辈子都不打算要孩子，不得闹翻天，反正他们爱念叨就念叨，你当听不到就行。丈夫这倒是推得干净，婆婆从来不会念叨他，只会念叨我，而且不会当着他的面，只要他一不在，就会给我各种洗脑，说什么女人必须要有个孩子才是完整的女人，要不然就是个废物。我终于忍不住了，告诉他，我生不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你死了这条心吧，要不然就叫你儿子跟我离婚。你什么意思？生不了，身体有毛病？婆婆一下子蹿起来，张牙舞爪地质问，那手指头随时能戳进我的眼睛里。对，我身体有毛病，怀不了孕。大强，大强，出大事了！婆婆转身跑去找公公，喊得那个撕心裂肺，仿佛要死人了。很快她拉着公公出来了。相对于婆婆天天的做，公公的存在感一贯很低，我们一整天也不一定能说上一句话。现在他在盯着我，毒蛇一样的三角眼透着阴毒，仿佛蛰伏的蛇随时要扑过来咬我一口，声音也透着阴冷。你身体什么毛病？连怀个孩子都怀不上，就是天生怀不了孕，所以我爸妈才想着找个入赘的男人。我已经站起身，公公的压迫感太强，我怕他会扑过来撕我，随时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如果说之前我只是厌烦婆婆没有边界感的做，那么这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恐惧，有种想要落荒而逃的冲动。真是个贱种！什么入赘？你嫁进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人，死了都是我们家的鬼。以后入赘这种话别再提，让外人听见了笑话。公公语气极凶，我没跟他辩，而是转身回屋，把门反锁后，直接给丈夫发了条短信，马上让你爸妈离开，要不然我们就离婚。丈夫回来的很快，我听到公婆在跟他吵，满嘴都是什么下不出蛋的母鸡，这种生不了的女人就该被扫地出门，还要让丈夫休了我，说反正留着我也没什么用，还不如赶紧换个能生的。此时此刻，我倒想丈夫同意离婚，我实在是不想再见到这一家子人，连带丈夫在内。丈夫还是不愿意离婚，他居然哄服了他爸妈，甚至让公婆主动跟我道歉，说一下子怒火上头，没控制住，以后绝对不会这样，让我这个当小辈的不要跟他们长辈计较。婆婆还特意炖了一只老母鸡，说给我补身体。我总觉得她意有所指，但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也只能默默喝汤，听着婆婆讨好的跟我讲，其实不能生也不是什么大事，过继一个就行了。正好继业生了2个儿子，我做主让继业过一个给你。
王继业是丈夫的弟弟，他那俩儿子我都见过，一个8岁，一个6岁，天天打架，输的那个就会扯着嗓子号。那会儿我们还是新婚，我跟丈夫回去拜年，坐了一路车，头疼的厉害。他小儿子就一直扯着嗓子嚎了10几分钟，还没停下来的意思。我忍不住叫他别喊了，结果话都没说完，他就拿那种烧火的钳子狠狠地抽我，还骂臭婆娘，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当时我都惊呆了，才几岁的孩子，怎么能骂出这么难听的话？正好丈夫进门拦住他，还甩了他一巴掌，他才哭着跑了。不过我的腿也被那烧火的钳子砸得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我父母还在，公婆对我极尽客气，知道小侄子做的事后，揪着他的耳朵，逼着他给我道歉。小侄子那对不起说的心不甘情不愿，婆婆的手一松，他转身就跑，还转头过来给我扮鬼脸，骂了句臭婆娘贱女人。他们还笑，跟我说小孩就是调皮。我实在是不敢苟同，这要在我家是无法想象的。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孩子，而且也就是来拜个年而已，所以我也没多说什么。可现在婆婆竟然说要把这样一个孩子过继给我，我当场不行。怎么不行了？你又生不了，过继要祖给你，那是你的福气，我们都不嫌弃你不能生，你还有脸说什么不行？婆婆手中的筷子一下子拍到桌子上，我也吃不下了，直接筷子一撂。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我绝对不会领养什么要祖的，要的那是你们家的祖，关我们家什么事？你要担心这个，可以改跟你姓。公公一副深明大义、施恩给我的样子，把我都气笑了。那还真不用，你们家的要祖还是留给小叔子自己养吧。别说我现在没有养孩子的打算，就算要养，也不会养你们家的。这不愿意那不愿意，我看你是要上天。公公也拍筷子了，幸亏我丈夫还在，急忙拦着他们。爸妈，每每他不愿意，你们就先别逼他了，反正我们还年轻，指不定以后还会改变主意。总之这件事你们就别操心了，你还别让我们操心。你看看你娶的什么东西？公公气到起身离桌，婆婆倒是没走，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我，好像随时要扑过来把我撕碎。那会儿正值7月，我父母离世后的第1个中元节。以前听老人讲过，中元节鬼门开，地府里的亲人都会在这一天回来看望亲人，所以一大早我就起床准备迎接中元节的东西，什么元宝蜡烛，还有很多纸钱。晚上9点。我就准时蹲在家门口，边烧边想爸爸妈妈，他们要是还在多好，公公婆婆绝对不敢赖在我家，还这样得寸进尺地欺负我，真是越想越难过，眼泪不停地砸在火盆里，幸亏火烧得很旺，一点都不影响继续烧纸。突然间，火盆被踢飞，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指着我的鼻子，扯着嗓子骂：烧什么烧？你个不下蛋的晦气母鸡，就算烧纸也没鬼来收。我不想在这种日子跟他吵架，况且吵了也没用，所以默默地捡起火盆，一张一张地往里放纸钱。他又踹了一脚，骂了一通才转身离开。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事了，我睡得正香，被婆婆的惨叫吵醒，跟丈夫2个人一起冲进婆婆房间。她正满脸惊恐地指着浴室，说话都在哆嗦，说浴室有鬼，有个女鬼盯着她发出瘆人的笑，还说要把她的皮剥了做红灯笼。可我跟丈夫进浴室看，什么都没有。出来的时候，婆婆已经捂着心脏倒在地上，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都是恐惧地盯着窗外。我丈夫扑过去扶她，问她到底怎么了。她痛苦的根本说不出话，只是用颤抖的手指着窗户。可我看过了，窗户那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婆婆就晕厥过去了。我丈夫拨打的急救电话，公公也是这时候过来。他不跟婆婆睡一屋，满脸都是被吵醒的愤怒。大晚上的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爸妈出事了！丈夫满脸着急，又是按婆婆的人中，又是喊着：妈，你快醒醒，婆婆死了！救护车来的时候，
婆婆已经停止呼吸，医生诊断是心脏性猝死。婆婆平时就有高血压跟心脏病，被这么惊吓根本承受不住。医生也说，这种心脏性猝死本身就很凶险，就算及时送医，能抢救过来的概率也很小。让我们节哀，并给我们开死亡证明，让我们拿着死亡证明自己去联系殡仪馆。他们才刚走，公公就问：“你妈说她见到鬼了，你们见着了？”丈夫摇头，我也摇头。不管是浴室还是窗外，别说鬼了，鬼影都没一只，真是晦气。你妈就没那享福的命，好端端的大别墅住着，都能被活活吓死。公公满脸都是不耐烦，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地上的婆婆就走了，留下这烂摊子给我们收拾。当着公公的面我不敢说，现在只剩下我跟老公，忍不住把我烧纸的时候，婆婆连踹了2下火盆，还堵在门口骂我晦气，烧什么纸，烧了都没鬼来收的那些事讲了。丈夫的脸色本来就难看，现在就更难看了，还让我别乱说话，被外人听到了不好。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外人是谁。婆婆的葬礼是回村办的，我作为长媳必须要到场，还要披麻戴孝，听说还得哭嚎得很大声，这样才会被村里人夸孝顺。我是哭不出来，弟媳倒是很卖力，扯着嗓子都喊哑了。结果婆婆才刚下葬，她回来就跟人搓麻将，还因为赢了钱哈哈大笑，说今天运气还不错，应该放个好日子。诡异的是，她丈夫就在旁边，公公也在旁边，他俩居然都见怪不怪。见到弟媳收钱，还露出笑，夸弟媳今天手气不错。我也见到弟媳那俩光宗耀祖，一个8岁，一个6岁，比以前高了不少，拿着棍子在人群里跑来跑去，嘴里还喊着羞羞羞，躲不及的就会被他们的棍子砸几下。我已经躲到角落，全程看戏。弟媳不放过我，数着打麻将赢来的钱，扯着嗓子喊：“嫂子，妈说你生不了，让我把药祖过继给你当儿子。”我说：“你哪来这么大脸呢？自己生不出就要抢别人儿子啊？你瞎说八道什么？”丈夫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我已经跟妈说了，不会过继你儿子。切，那也得我愿意呀。弟媳翻了个大白眼，撇了下嘴。我说：“大哥，你一个入赘的就别掺和我家的事了。刚才想着让妈入土为安，我才没直说，入赘就等于出嫁，你凭什么还以长子身份来送妈呀？该不会还想着回来分田分地吧？你说什么呢？”丈夫猛地站起身，弟媳就跟点了炮仗一样炸起来。我就说了，怎么了？你都入赘了，还回来干什么？是不是看着我们村要拆迁了，回来跟你弟弟抢财产啊？丑话我就撂在这了，家里的财产没你的份。等会吃完饭，你跟你老婆还有爸就回去吧。我们这地方小，招待不了你们这么多人，而且你们住着大别墅，也没见叫我们去享受享受啊。我们几乎是被赶出门的。本来公公还想斥责一下弟媳不懂尊老，结果弟媳娘家人直接就围过来，足有20几个人，带头的还是身强体壮有纹身的大汉。往那一杵，公公立马就萎了。丈夫说弟媳也是村里人，跟小叔子算是青梅竹马，10几岁就睡在一起，生光宗的时候连结婚证都没领。不过这在村里也算是习以为常，主要还是弟媳家里兄弟多。刚才那个有纹身的大汉就是弟媳的二舅，人家光舅舅就有5个，更别说还生了2个儿子，在婆家可以说是横着走都没人敢大喘气。回家的路上，丈夫握着我的手说委屈我了，我笑了笑没说话。这算什么委屈？最委屈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家被婆婆指着鼻子骂下不了蛋的没用母鸡吗？幸好她被收了，谁说下不了蛋？烧纸都没鬼收啊，这不就有鬼来收了吗？毕竟我给的是大价钱，公公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回来的。弟媳已经放话了，说丈夫既然是长子，那就该担负起长子的责任，给父母养老送终。何况婆婆都死了，就剩公公一个，我丈夫要都不养，那就是丧尽天良。话都说到这份上，何况人家娘家人这么多，
根本没得公公跟丈夫选择的余地。回来的一路上，公公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刺激，都没说话，到家就回屋了，也不知道在里头干什么。吃晚饭，丈夫去敲门，他才出来，也不说话，沉默地坐在桌前默默吃饭。丈夫说是婆婆刚走，公公心里太难受，才这样，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不但没好，反而严重了。大半夜的，公公突然大喊大叫，把我跟丈夫都吵醒，都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就撞开门冲进来，语无伦次：我见到你妈了。你妈就站在窗外盯着我笑。我跟丈夫去她屋，什么都没发现，别说婆婆了，鬼影都没一只。爸，你是太想我妈了吧？丈夫脸色很难看，公公的脸色就更难看，连连摆着手，摇头：不是，我真的看到你妈就站在窗外，真的，她就盯着我笑，笑得可瘆人了。哪有？你看哪有？丈夫把窗拉开，外头是个阳台，空无一物。公公不吭声了，死活不肯再睡这屋，非要跟我们换房间，说是婆婆那屋也不能睡，婆婆刚走，睡了晦气。丈夫没得法子，只能拉着我去睡客房。幸亏我们这3层别墅，房间有5个，公婆一来就霸占2间主卧，我跟老公睡一间，剩下的2间都是客房。平时床褥都是收起的。现在丈夫边铺床边絮叨：我爸那人估计就是接受不了我妈突然离世，所以产生了幻觉。美美，你别怕呀，这个世界根本没有鬼，就算我妈真的回来了，那也是我妈，不会害我们的。我不怕，我当然不怕了。丈夫的话差点没逗笑我。自从我爸妈走了之后，我就再也不怕鬼了，甚至巴望着有鬼来。这不，现在只是刚开始。公公并没有消停，每次都是我们刚睡下，就会听到他杀猪一般的嚎叫。我们冲进房间，他要么指着窗户，要么指着浴室，说看到婆婆了，甚至还说婆婆眼睛流着血，冲他咧嘴笑，笑得特别的狰狞，还伸出手扑过来想掐死他。这真是越说越过分。我丈夫终于受不了，决定带公公去精神科看一看。医生的诊断是创伤后遗症，简单点说，就是婆婆意外离世，公公因为悲伤过度导致大脑触发保护机制，让他产生幻觉，导致他能在精神恍惚的时候见到婆婆。这种情况挺常见的，他接待的不少病人都是这样，亲人突然离世，他们因为接受不了，所以总感觉亲人还没走，还在身边。医生开了药，叮嘱公公要按时吃药。公公并不乐意，口口声声说他没病，是真的见到婆婆了，甚至还听到婆婆在喊他。医生说，创伤后遗症不只是会产生幻觉，还会产生幻听，所以公公这种情况也是挺常见的。我们得多关注他，免得出什么意外。我丈夫工作很忙，照顾公公这种事就落到我头上。可我是个女人，总会有很多看顾不到的地方。比如他去洗手间，我没法跟去，他就经常在洗手间里大喊大叫，说又见到婆婆了。我冲进去，却什么都没见到，他还裤子都没拉，就光着个屁股在那里晃。我跑出去，他就说我不孝，不管他死活。我受不了，让我丈夫请保姆，保姆都受不了他。公公真的很过分，婆婆在的时候，他能睡能吃，还能每天出去遛弯。请了保姆后，他居然上厕所都想要人家跟着，说什么厕所里有鬼。有天晚上，他把保姆叫到房里，还把人家扑到床上。保姆的尖叫声把我跟老公吵醒，我们及时赶过去，才没有酿成大错。最惨的还是保姆，将近50岁的阿姨，哭得一抽一抽地，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干下去了。原本还要报警，我丈夫给了个大红包，他才终于打消报警的念头，要不然公公得坐牢。这一次之后，别说我受不了，丈夫也都受不了。他给他弟弟打电话，要把公公送回去，结果被弟媳抢过手机，骂得很难听，最后还抛下狠话，让丈夫直接丢养老院，或者丢河里去，总之别想丢给他们养。公公也跑到大街上，
拍着大腿骂丈夫跟我丧尽天良，要弃养老人，甚至说婆婆就是我跟我老公害死的。我老公为了不让她再闹，只能打消送她走的念头，警告她别再作妖，否则只能把她送养老院，还给她看养老院虐待病人的视频，看得公公脸色发青。总之，请保姆是真不敢请了，我也不愿意去伺候，还特意去找了份工作，早9晚5，还经常加班，半夜才能回家。丈夫知道我是在躲着公公，说委屈我了，我也只能笑笑。不过幸好公公消停了不少，可能是知道真把丈夫惹火了，他要被丢养老院，所以能自己上厕所了，大半夜也不作妖，不指着窗外喊着有鬼了。但没想到公公死了。第2年的中元节，其实公公在前2天已经有些不对劲了，不敢找我老公，只敢私下找到我，说他又见到婆婆了。这1年来，公公一直有按时吃药，都没再看到婆婆，每天还能出去遛弯，跟着老太太跳广场舞，不知道有多安逸。可就在中元节的前2天，她居然跟我说她又见到婆婆了。大半夜的，她睡得迷迷糊糊，好像听到有人在喊她，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婆婆贴着窗户在盯着她，露出瘆人的笑。那一刻，她吓得心脏骤停，明明想喊却发不出声音。等到终于喘过气，婆婆却凭空消失了。这一晚她都没睡着，硬生生地熬到天亮。这不，我丈夫才刚上班，他立刻就把我喊住跟我讲了。这种事情可大可小，我跟公司请假，带着公公去精神科看医生。这1年来，公公都是看的同一个医生，已经很熟悉了。一坐下来，公公就主动说他又见到婆婆了，小心翼翼地问医生：“你之前说我是因为老太婆突然走了受不住才会犯这个病，现在她都走了这么久了，我怎么还会见到她？会不会不是我犯病，而是她真的回来了？或者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医生，你认不认识什么高人？”叔，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鬼，人的大脑是很神奇的。你可能是最近看到了什么，或者接触了什么，可能你自己都没意识到，就触发了大脑的防御机制，让你产生幻觉，这也是很正常的。医生根本就不相信有鬼。这1年来，公公在他这里开了不少药，情况确实越来越好，所以公公也信他，连连点头：“是，我相信科学，但我真的看到老太婆了，而且还听到她叫我，会不会是跟婆婆忌日要到了有关？”我补充了一句。公公愣了一下：“老太婆的忌日要到了吗？”他居然忘了。我小声提醒他：“爸妈，是上1年中元节走的。”中元节？对，中元节。老人不都说中元节鬼门开，很多鬼都会跑出来晃荡。医生，你说老太婆不会？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医生直接打断公公的话，递过单子：“我给你换了药，你吃着看看，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你说昨晚你见到鬼了，那你有没有碰到他？没有，这就对了吗？鬼只是你的幻觉，你只要见到鬼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都是幻觉就行。要记住每天吃药。”医生态度还是很好的。公公被哄得服服帖帖，走出医院，他还特意叮嘱我，这个事千万别跟我丈夫说，还说丈夫最近在接一个大的项目，忙得很，千万别打扰到他。我懂，本来也没打算跟他讲。这1年来，丈夫也确实越来越忙，隔3差5就出差，也经常夜不归宿，问就是在加班，要么就是在应酬，倒是工资也没见涨多少，而且年终奖都没发。不过我也理解，工作嘛，当然是要趁着年轻全力以赴。我工作也不清闲，基本都会加班，而且也就请了半天假，所以把公公送回家后，我直接去公司上班。开会期间，公公给我打电话，我按的免打扰，没接到。公公给我发语音，说别墅里有怪声，好像婆婆在喊他，还发出那个咯咯咯的瘆人的笑声，问我能不能回去一趟。之后又说不用了，他出来遛个弯，等我们下班再一起回去。我给他回了个语音，
告诉他我5点下班，到家后再给他发个消息。他那边回了个好。我回家路上还特意打包了份公公爱吃的烧鹅，他也挺高兴的。说出去遛弯之后，就没再听到我婆婆的声音了。可能是遛弯对身体好，所以她打算跟我们一起出门。我们上班她遛弯，我们下班她再回来。我是看出来了，她不敢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原本要告诉丈夫的，但公公死活不让我说，怕丈夫嫌她麻烦，又想着把她丢养老院。他说养老院可黑了，听说住在里头的老人都活不了几年，他可不想这么早死，甚至还想再娶一个。最近这段时间跟广场舞花打得火热，听说草丛都钻了。反正我也不想多事，公公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丈夫还是晚归，下午我回来的时候，更是打电话给我，让我早点睡，不用等他，他要加班，如果太晚的话就在公司睡，不回来了。我叮嘱他注意身体，话都没说完就被挂了电话。男人嘛，拼事业，我能理解的。偌大的别墅就剩下我跟公公2个人，显得很空旷。关键是公公还作妖。正吃着饭，公公突然满脸惊恐地问我：“徐美，你听到没有？老太婆的声音，她在喊我。爸，你别吓我。”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公公还在一脸认真：“你听，又叫了，还笑，咯咯咯的。你没听到？咯咯喽，我真听到了，好像是从楼上传下来的。难道是我也产生了幻听？”公公一脸惊恐：“你真没听到吗？”我怕吓到他，只能压着心里的恐惧连连摇头：“我真的一点都听不到。爸，你吃药了没？”啊！公公突然尖叫，指着我身后的落地窗玻璃：“你看，你看，你妈趴在上头。”我转过身，婆婆就贴在那窗玻璃上，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我，唇角诡异上扬，几乎要咧到耳根子，咯咯咯的声音似乎就是从她嘴里发出来。这一瞬间，我汗毛都炸开了。公公还要问我：“徐美，你看到没有？你妈就趴在那里，还对着我笑。”“没有啊，哪有啊！”我人都要崩溃了，挤出的笑容更是难看。“爸，你肯定是又出现幻觉了。我给你倒水呀，吃药就没事了。”幸亏只是一转身的功夫，婆婆就不见了。我急忙跑到茶水间，边倒水边给丈夫发语音：“老公，我看到你妈了，就趴在我们家落地窗玻璃上，朝我跟你爸咯咯咯的笑。我好怕呀，你快点回来吧，快点！”明明都吓到发抖。我端着水到公公面前，却只能强装淡定，假装刚才的一切我都没听到也没看到。完蛋了，我好像也出现幻觉幻听了。难道是被公公影响？大脑在不知不觉也启动了什么保护机制？幸好丈夫回来了，公公已经回房休息。我拉着丈夫在落地窗前告诉他，刚才婆婆就是站在这里，那脸就对在玻璃上对着我们笑，还咯咯咯的，恐怖得很。老婆，你可能是太累了，这样吧，我这几天都早点回来陪你。丈夫紧紧搂着我，满眼都是心疼。不是，我重点不是这个。如果我真的太累产生幻觉，那公公怎么看到的跟我看到的都一样。可丈夫眉宇间都透着疲惫，我还是强忍着恐惧，把所有的疑问都吞回肚子里。实在不行，我也找医生看看。可能也确实是因为被公公影响，所以我跟公公才会看到同一个人，所以也很正常。总之，这个世界是没有鬼的。后天就是中元节，我想了想，还是不管有没有鬼都好。都去买了很多元宝香烛，还特意找人写了表文，准备中元节那天烧给婆婆。结果中元节的前一天，公公出事了。其实就是我见到婆婆的第2天，老公突然遇上紧急情况要出差，让我有事打给他，还特意叮嘱公公早点休息。我这几天精神不太好，让他别太打扰我，所以公公吃完晚饭，早早就去睡觉。我自己在卧室里，2只耳朵不自觉竖起，一点点动静都能感觉到心跳加速，心脏不舒服。特别是看向窗外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昨晚婆婆趴在窗户上那诡异的笑。
这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所以我悄咪咪地溜了。反正公公已经睡了，而且是吃药睡的，不出意外的话，我天亮之前回来就行。结果出意外了，我大早上回来，发现公公仰躺在楼梯口，半个身子还在楼梯上，头耷拉在地上，眼睛还瞪得大大的，满脸惊恐的没了气息。我第一反应是打120，之后想了想，又打110。警车跟救护车几乎是同时到达，医生判定是摔下楼梯后导致脑干出血，陷入昏迷。因为家里没人，耽搁了抢救时间，导致不治身亡。警察问我昨晚在哪，我跟他说我昨晚8点多就出门了，整晚都在闺蜜家，今早上回来就看到公公倒在楼梯口，所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跟报警电话。犹豫了下，我把警察拉到一旁，小声，我怀疑我公公是被谋杀的。被谋杀？警察把我请到警局，还给我倒了一杯水。我讲了昨天见到婆婆的事，原本我还以为我也出现幻觉幻听，可现在仔细想想，这是没道理的。我身体一向很好，就连做梦都很少有，何况最近也没出什么事，怎么可能就幻觉了？所以我怀疑有人借着公公的病来搞鬼，这个人应该还是我们很亲近的人。我不太愿意说这个人是谁。警方还是把嫌疑人锁定在我丈夫身上，第一时间找到他，并拿到他的手机跟电脑。我丈夫被拘留了，警方要起诉他蓄意杀人，因为警方在他的购买记录里找到一些投影设备，还有一些影像，就是我们看到的婆婆趴在窗玻璃上的片段。我简直不敢置信，虽然丈夫对公公颇有不满，想把他丢去养老院，但也不至于杀人吧。我给丈夫请了律师，律师告诉我丈夫的口供漏洞百出，根本没法解释他为什么要买那些设备，而且他动机还很强烈。警方从他跟公公的一些聊天记录里发现，他们父子俩在半年前经常会因为钱的问题吵架，可最近公公找了个新老伴，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买金，最近还打算买个房车带人去旅游，丈夫居然都同意了。他们聊天记录里还有一些房车的图片，讨论这车那车的性能，可警方查过我丈夫的经济情况，根本负担不起100多万的房车，他们还说要全款买，这根本不可能。警方推测，这就是丈夫的缓兵之计，他压根就没打算让公公活着，所以公公说什么，他都先应下，以此博取公公的信任。我听得头皮发麻，做梦也没想到我丈夫会是这么狠的人。警方的动作很快，已经正式起诉丈夫蓄意杀人。不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发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毕竟大众还是不能接受弑父这种残忍的事情，而且公公又没干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所以我丈夫只是因为不想再照顾公公，所以把公公杀了。这件事实在太恶劣，法院判决很快下来，死刑。丈夫听到判决，面如死灰地跌坐在椅子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观众席上的我，四目相对。他看到我唇角根本掩盖不住的笑容，他脸色变了，恐惧、绝望，总之他突然发狂地蹿起，大喊着：“没有，我没有想要杀死我爸，冤枉啊！”没人理他，毕竟证据确凿，毕竟他总不能当庭喊出他想要杀死的人其实是我。丈夫死刑前，我获得批准可以见他一面，隔着厚厚的玻璃，我拿起话筒的瞬间，没忍住笑出声。丈夫的脸色难看到狰狞，咬牙切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不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笑容越发灿烂，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总之鬼收人，一个都不会漏。后记：丈夫死了，一切都尘埃落定。我把他们的东西全都丢进垃圾桶，然后让人把别墅翻新一遍，再然后把我家的全家福给挂回原位。当年我爸妈离世的第2天，婆婆就指着全家福说人都走了，挂着晦气，然后丢进杂物房。现在是晦气终于走完了，全家福自然是要挂上。我要爸爸妈妈永远陪着我，保佑着我。
哦对，还有个最重要的东西，藏在我爸书房里的保险柜里的投影设备都得扔了，毕竟这玩意留着也没用了。番外，婆婆是怎么死的呢？中元节的前几天，我听到婆婆跟公公的悄悄话，说她总梦见我爸妈，会不会鬼门开，他们真的会回来找他们索命，还说杀人的是他儿子，可不关他的事，公公让他别说了，做梦而已，当不了真。他们都没发现，我就站在门外，听着这一切，心凉到极致。婆婆见到的鬼是我妈，本来还想故技重施，但我发现丈夫买了跟我同样的设备，看来是我给了他灵感。公公那晚是真的回屋睡觉，我也是早早就出了门，只是电路跳闸，跳闸的瞬间音响爆响吵醒了他，他恐惧地喊我，我没应。他看到了窗户上的婆婆，正在盯着他，露出诡异的笑。他怕得往外逃，外面很黑，楼梯上还有异物，他就这么滚了下来。番外二，我叫王国进，虽然是农村出身，却凭着自身的努力考到985，还顺利进入大公司，因此认识老板的独生女徐美。我知道真正翻身的机会来了，我努力追求下，徐美终于接受我的求婚。不过他父母提出必须要让我入赘，还得离开公司，不得再成为公司职员。我知道他们在防着我，不过没关系，卧薪尝胆才能干大事，我全都同意了。他们千防万防，都没防到我能在他们天天开的车子上动手脚。他们意外离世，但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偷偷立遗嘱，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给徐美，还特意写明，只要徐美出意外，他们所有的财产就充公，交由国家打理。不过我不着急，徐美就是个废物，随便就能搞定。岳父母离世的当天，我就把我父母接过来，让他们先好好的搓磨徐美，再怂恿徐美给我生个孩子。只要徐美生孩子后死掉，财产就都是孩子的，而我是孩子监护人，自然财产就全都是我的。徐美真是个没用的废物，她竟然生不出孩子。结婚前她说要丁克，我还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她竟然真生不出来。废物，真是个废物。不过没关系，我还有招。我让我妈把侄子过继给徐美，法律上养子照样有继承权，到时候我也一样是监护人，一样等于是拿到了全部财产。徐美不同意，死活不同意过继儿子到自己名下，甚至还放话说，就算过继，也过继他家亲戚的孩子。那我不能同意，这件事只能先缓缓。没想到我妈出事了，中元节的晚上，她突然吵吵嚷嚷地说见到鬼了，然后心脏病发导致猝死，真是晦气。我一下子少了个得力助手，本想着还有我爸，没想到我爸也是个不中用的，总说见到我妈，我只好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说是接受不了我妈意外离世，导致了创伤后遗症，所以产生幻觉。平时也没见他跟我妈关系那么好，怎么就创伤了？不过我爸这事也给我一个大的提醒，我可以让徐美像我爸这样患上精神病，只要她疯了，自然我就是监护人，就能全权处理她的财产，到时候只需要把她往精神病院一丢，所有一切不还都是我的，说干就干。我买了全套设备，不过我爸跟我妈才刚出事，所以还得先缓缓。这1年里，我出轨了，我喜欢上公司里刚来的实习生，短短3个月，我就让她怀孕了。我即将要做爸爸了，我必须得动手了。正好中元节要到了，也是时候了。我让我爸去跟徐美说她又犯病了，徐美带她去精神科，还带她回家。就在家里，她也见到了我妈，就贴在落地窗玻璃上对着她笑，还发出咯咯咯的笑声。计划很成功，她怀疑自己也出现幻觉幻听，还跟我说打算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很得意，只要精神科医生确定她有什么创伤后遗症，就会给她开药。只要她天天吃那些精神类药物，就可以把她的身体拖垮。而我只需要再加把劲，逼疯她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没想到我爸竟然出事了，大早上的，警察就来到公司，把我双手铐上，说怀疑我杀害我爸。
这怎么可能？他们还收走我的手机跟电脑，找到我之前买那些设备的交易记录，还有我剪辑的那些吓唬许美的影像，甚至还有我为了哄我爸配合我，答应给他买房车、买金首饰的聊天记录。他们说这些都是铁证。我一早就想杀害我的父亲，不是这样的，但我百口莫辩，总不能告诉他们我杀错人了。我要杀的是许美。法院宣判了，我被判死刑。观众席上，许美竟然在笑，笑得非常得意。我瞬间明白，她是故意的。她一早知道我要杀她，所以她将计就计杀了我爸，还把所有的一切都嫁祸到我身上。你不是早就知道？他来见我最后一面，我迫不及待地质问他，只要他承认，我就上诉。可他说不哦，我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这样的。他笑得这么开心，明明是早就知道一切。我拼命地拍着玻璃，让他承认一切，就是他干的，就是他杀了我爸，然后嫁祸给我。可他却转身走了，越走越远，直到把我丢进地狱里。